活，要不然把你勒死，在这儿好好伺候着。请进。去把王爷请来。是。王爷。 这仗是怎么打的？王爷，咱们的人不能再死了，您不能再骂他们了。这娃子的弓箭再准，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。这叫什么事啊？勾结外人，杀自己的弟兄，这叫什么英雄？人家不想当英雄。王爷，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。 如果我被打败了，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，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。可他现在做了贼，我1寸土地都不会给他，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。王爷，西蒙小孩我到，让他进来。 王爷，福晋。你用火枪打死了我那么多兄弟，你还敢来？王爷，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，我阿布呢？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，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。 希望可以不用流血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做什么？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，他们自顾不暇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。出兵时候，阿布说，如果王爷同意，我们马上罢兵休战。 成吉思汗在的时候，可没有兄弟之间流血相争的，更没有勾结外人欺负同胞的。当年多伦会盟，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，关内关外，亲如一家，绝不会背叛朝廷。我不会跟你走。 哲伦秘书说：“这样，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，我们一起往西，占领更多的草原，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。这是门好生意呀！”哼！我不要你的东西，我不杀你，你走吧。 王爷，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。枪呢，可大可小。像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可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火枪？王爷，这就是你们的仁慈。希望你能明智一点。王爷，你不要答应他。不要怕，这自然。如果我答应了你，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
都辱骂我。如果我答应了你，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。开枪！他这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是再这么固执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，都没人知道。有人知道。好孩子，杀了他！小姑娘，这把刀，吃奶酪还可以，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，倒霉的可就是你了。听我的，我皮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，我向长生天起誓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你把它拿走，离开这儿，其他的事与你无关。吃，还香得很。你也配吃？妹子，给大伙儿唱个歌解解闷儿。到了，吃吧。大粑粑亮了红日头，风沙起卷起红盖头。妹妹在桥上游一游，我在脚下昂起头。满屋里酒香我回首，风起又把烛火吹熄喽。看见了我的妹子儿哟，我就摆摆手。很美的样子哦。好，走。多谢太太救我，我要去科尔沁，打仗的地方。你已经到了。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，你想娶她吗？王爷说了，今儿收兵回去，就把这婚礼办了。啊，我好好养伤，仔细你的脑袋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王爷回来了！王爷回来了！哥哥和儿子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长子爷？你再说一遍。哥哥和儿子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长子爷？
别看了，喝酒啊。顾兄弟，我亲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别问我了，我也乱着呢。这次敌人不战而退，咱们喝这杯酒，可不是因为打赢了。从乌珠穆庆一直到长城，都是一家人。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，算不了什么。可现在，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，草原不会安宁了，天下要乱了。我下定决心。绝不会跟敌人低头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哈哈！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。你们都见过格格了，额驸你们还没见过。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。王爷，我们的额驸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，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，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，所以我放心，将格格嫁给他。额驸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土地、牧民，还是做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？王爷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，他们也是蒙古人。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哦，那就都赐给你当奴隶。我自己做过奴隶，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，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。我的意思是，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。你是在改变我的规矩吗？就像您说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到处都不安宁。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？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，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还请王爷三思。没有战俘奴隶，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干坏我的规矩！开门！奉科尔沁科夫令，释放所有人等。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，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武器、牛羊、帐篷。
走吧。他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，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，你真应该出去看看。哎呀，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真没想到，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，你真厉害。顶了就顶了呗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，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。谁稀罕呀？王爷说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他护你周全。我也可以留下来。要是没有你常玉儿，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。我如果还是自由身，就留着在草原上，每天骑骑马、放放羊，挺好的。可惜我不是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！头回见你这样，连死都不怕，说话绕这么多弯子，不就是流放吗？你没让朝廷逮住，就算是让我逮到。你这个哥哥是真哥哥，我这个额驸啊是假冒的。我家中有婚约。我倒没听你提过。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，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，念不起书。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，他看我可怜，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。他膝下有一女儿，叫白一梅，上京赶考之前，那是换过帖，放过定的。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。那他如今呢？如今不知道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我身为流犯，家有婚约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额驸的呀。逢场作戏吧。
王爷，请留步。好，好。快起来，孩子。王爷，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。金银珠宝也不稀罕，我把这个玉佩给你。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，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，天南海北，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，替你处理麻烦。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。我看这小子呀，他不是真心要娶你。我也不稀罕。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？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，我都保护你。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，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，家里尚有老母在，不敢远行。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。感谢王爷，感恩您盛情款待。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请。保重，保重，孩子。保重，孩子。一成。这里边是地契，还有储备金，现银你随身带着，平遥的票号你亲自管。这个您放心，票号这个东西，拼的就是财力。难道李家的财力还比不过他们不成？那岂非笑话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啊。我听说山西的商人非常团结，这点很重要。老爷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家里有人说，下这么大成本去山西搞票号生意，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？难道天下只有山西人能做票号生意？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讲的。我是怕您跟南边走得太近了，会不会有些太冒险？我有我的布局。哎，爹，我都收拾好了。那就好。临行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孩儿恭领教诲。咱们这是第一次到山西人的老窝里讨食吃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，你不要掉以轻心。是，孩儿定不会折了李家的威风。李家有什么威风？做生意如同打仗，多打几仗就是了。你不要恃富而骄，也不要骨子里瞧不起人，那是富商大贾之地啊。到那之后要多学多问。是。当铺跟银号是一进一出的关系，银钱不能流通的太快，也不能流通太慢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行了，到那你亲自做就都知道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这次去是先锋官，不行的话我亲自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。得令啊！
你终究还是要走。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，你也别胡思乱想。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。你将来会来看我吗？我是说，跟白小姐成完婚。但愿吧。我家中还有老娘，还有弟弟，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。这些年，他们被我连累了。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3长2短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。你没对不起任何人，多保重吧。走。撤！逃犯古平原，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逃犯古平原，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控罪相担。老爷，县太爷来了。我问问你啊，这个当铺的账是怎么做的呀？谁做的？他们年前赶做出来的，大柜二柜都看过了。就这么小，就这么薄，这5年的当铺的明细是越来越减省啊！哎，他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大柜二柜年纪大了，总是精神不济。是精神不济吗？我看他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不就是嫌我没有儿子吗？我是个绝户。哎呀，我可是等你好久了。哎呀，宣尊大人来了，有失远迎啊。长司那事儿闹得那么大的动静儿，压不住了，我没法向大家交代。哼，你要跟谁交代啊？这府有府台，道有道台，我一个小小的7品顶子，不交代哪成啊？再有啊，那长司身边的犯人，可是个流人，是从宁国塔逃出来的。咱们要是把他给交上去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。上面还派了游骑将军领着兵抓人。你现在让我把事儿压下来，我哪有这天大的本事啊？不行，您得给我指条明路啊！我听说那个犯人本事很大呀，长司去关外买盐，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援手，把生意给做成了。这到科尔沁草原呢，又是这小子帮忙。哼，100万军中，直闯王爷的宝藏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呀。这马上啊，就到了官员考察政绩的时候了。我也想向上运动运动，缺功劳。这几年咱们相互照顾着啊。哎，你就费点心，把这功劳给我，行吗？
是我照顾你，不是你照顾我。啊！你做了6年的候补知县，是谁给你花钱买的你这顶领子？靠这点功劳，你就想升官？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我再帮你一回，你呀，去跟府台大人讲，就说那个人不是刘仁，你搞错了，案子正在查。我呢，去找那游击将军拿钱使唤一下，不会找你麻烦的。谢谢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谁干了这个缺德事儿？是王天贵，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！你说是他？你把钱还他了，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。这口气憋在心里，怎么也得发出来。这次算我的，没多想一步。是我连累了你，顾兄弟。四爷，莫说这话。咱们是生死之交，是我连累你才对。不就是一套宅子吗？就算你把宅子给他，又能怎样？这种小人，你越是让步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，且往后看吧。提审。你小子真行啊！带了50斤的脚镣，还没被谋破。哎，老犯人了？可不是嘛！当年也是那么沉的痂，一路走到宁古塔。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这包脚的功夫，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。朝廷已判斩立决。你小子呀，受不了几天罪了。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。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，还把别人给坑了。我看到不了秋天呀，就得向你道喜喽。嘿嘿嘿嘿。犯人睡着了？废什么话呀！就你这样的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想冒充县令？回去多读2年书吧你！给我少废话！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，是你快要死了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？你的功名都被革了。我来看你，那就是看个死人。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？说吧，除了四爷那套房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呀，对我这个人不了解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好，那我要四爷他们
全家平安。说说你的条件。我听人说，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。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你了解当铺吗？我祖上留了间当铺，在我手里越做越大。当铺做得好，首推安徽人，灰骆驼吃苦耐干，也有眼力。记大红色嫁衣一件，衣襟磨损，虫腻鼠咬，帐下有无字无配饰，当银4钱。请大贵。大贵看古董珠宝，二贵看木器首饰，三贵看粗本家具、日常用品。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，你去当，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，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，你也赎不回来。没希望的人死当，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，出出进进。人死了，钱活了。当铺里的钱是进项，票号是出项。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，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。票号可以存储，可以放贷，只用几张纸，通行天南地北。其实银子呢，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就这么说几句，谁能懂吗？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。犯人是犯人，生意总归是生意。这些年，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这些下人呐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。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，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？当然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他们错了，东家就是东家。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，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。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。游进那潭死水，把他们给搅浑了，然后把权力拿回来。你能帮我做到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们到了。伙计们，把旗子都立起来吧，把银车也卸一卸。我们要在平遥城立字号了。老兵，我爹呢？被王天贵扣住了。
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，做得好了，才能把四爷放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，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啊，武先生，我干爹怎么办？你知道他年纪大了，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湿寒。这房子，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，行不行？这能用钱解决，那就好办了。大清律里，逆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。还不是因为你！黑子，黑子，你干嘛？松开！顾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，1个月之内，帮他收复当铺里的大柜二柜。那些都是程咬金的老狐狸，1个月怎么可以？顾大哥。以后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古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4柜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4柜腾个地儿啊！这。哎，4柜，您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4柜让让。哎，4柜，你给让一下吧。送个礼还得自个儿送啊，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。这要是在北京，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，我爹要是不想见，那还是不见。您是大少爷，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。见了县太爷，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。那头那个气死贼的营山，你看见了吧？我实在喜欢得很，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，就是立一个丈2高的大银葫芦。风水先生跟我说了，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，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。还有那片房子，我也租下来，弄一个大的票号，1个进1个出。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们手里除了票号，那什么也没有。我爹还说，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，还要我看小题大做。3年，3个月，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有志气呗。你是不相信我呀，还是没信心呢？平阳城不大，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。
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，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。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，自有来历，回头讲给你听。逃都逃了，何苦要回来呢？四爷，您醒得正好，这粥也得了。你看，给你借了个5更鸡过来。加点栗子啊。 加点鸡丝，这样最是补气了。这可不是我弄的，常姑娘弄的。哎，您尝尝，小心烫啊！嗯，好吃。哪儿来的鬼子？啊？ 衙门搬的，想不到吧？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坐牢。你拿什么换的？拿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，让我帮他理顺当铺。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4鬼。 只是这30天，要委屈您了。30天，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，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？这么哄鬼吗？这才第1天呢，还有时间可以学。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，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，哪有那么好相处啊？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，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。顾兄弟。 这是一门行当，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。不敢看轻。但古话说，隔行不隔礼，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。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，就算是个铁核桃，我也得把它砸开了。请大掌柜长一下眼。眼睛花了，看不清东西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，老太太病了，想压在这儿。哦，祖传的古玉啊，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吧？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？怎么啊？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？啊，还真把自个儿当衙门？哎，这个不敢。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，不过，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，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。先生，按照大清律，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！您老啊，好眼力！这块玉啊，是我爷爷那辈弄到手里的，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，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。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。哦，
500两倒是不多，只有一架。你说是商周年的啊？这是今年的。你们把玉雕好了，用火烧得通红，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。小的，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！你胡说！你找人来，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，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。走吧，你这玉我替你砸了。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。哎呀，周先生，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，我就生生把眼打了。顾朝凤，第1天就迟到了。哎，你眼睛长头顶上了，蚂蚁带龙头，装什么大牲口啊？你也是朝凤，我也是朝凤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哼。那是，人家之前啊1天当铺都没干过，就仗着是东家的人，眼睛里能夹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吩咐啊。小伙计，我来问你啊。这个四贵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张不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！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1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2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。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！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鲍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是受一个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既不他轰了。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。好给我鲍子阳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，如果有得罪，勿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上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。当银1000两。唱当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鲍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的。
写了。顾平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？这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下来几个人，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。我看他是头晕，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，你自己拿不准主意，让一个外行给你拿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。就是，你今天让他唱了当，开了这个先河，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。哼！我看他们3个呀，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。大贵，我们都跟着您几10年了，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辞这个差事，是真的辞，还是以退为进？您透个底。防微杜渐了，这个底儿不是我的，是东家的。通知所有伙计，明天当铺不开碗，不做生意。咱们搁车。哎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您呀，在这关了1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1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1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2贵3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3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大夫呀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！省得那帮闲人啊说我风凉话。娶了这么多媳妇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以后呀，我们轮流搂着你，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。哎，放！东家，啊，来了。去了1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3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
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还不出1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。3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，足以了。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3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3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，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，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啊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呀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们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坐堂的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！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
今天开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计了。啊，是。昨天割车，我们跟东家去请辞，东家点头了。京城里4大行，河东的老八家一直要请我们去。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，咱们一起走，这是大贵的恩赐。跟着大贵干嘛错？我就知道我们新人接手前，咱们好好干，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。开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啊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讲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不来四书不尽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别做一脸面庞，眼过人情多凉。我看过万里雪，也曾为谁情我不放。只想这一场。各位，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打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用3两3枪，把3000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，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000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千军一起万两，做人应如同担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遥路，一生永朝不丈量。日出东方。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有了。要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都有。有了。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000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啊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档那家伙，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
我能倒。来个人。在。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哎，朱朝芳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哎，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时的马蜂窝给捅了。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。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了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朝芳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都对。几天就挣下这么多？好，猪花3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。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